妹妹扑倒哥哥，问他是不是想让自己成为他的女人。他们虽为兄妹，却并没有血缘关系，而且爱花也从没将甄广当成过自己的哥哥。甄广也不明白自己对爱花抱有怎样的感情，明明是个连胸和姿色通通没有的女人，却能让他如此在意。他让爱花暂时不许和别人好上。爱花反问他，要是已经好上了要怎么办？甄广和基野在路边的车里过夜，等事情结束，一切不合理都会被纠正回来。如果找到杀死爱花的凶手，甄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因为现在的甄广只是为了复仇而活。那要是完成了复仇之后呢？基野拿出手机怀恋爱花，甄广突然口说好久没看他这样了，之前他常盯着手机看，但最近都不怎么见他拿出来了。基野回忆起了某个炎热的暑假，一起在图书馆写作业的爱花突然提出要在暑假结束之前和他尝试一下接吻，吓得基野书都掉了一地。当然不是在这里接吻，每年暑假的最后一周，不破一家都会到郊区的别墅里度假。爱花邀请基野一起见父母，顺便好好陪陪甄广，毕竟能跟甄广成为朋友的也只有他了。爱花早就察觉到了甄广的想法，只是一直没说而已。这边刚和爱花分别，基野就接到了甄广的电话，甄广找了个女孩子拉着他去联谊，两个人一个帅气一个可爱，其实还是蛮受女孩子喜欢的。结果两个人扔飞镖扔到较劲了，在那边自顾自 gay 上，完全不顾两个妹子。这场约会不欢而散，继而让甄广别搞这种事了，不然他会很困扰的。甄广也只是想给基野找个女朋友，毕竟他这种性格不点拨一下，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基野只是觉得这种事不能这么随便，碰上喜欢的女孩子，想要和她在一起，才会想要对方成为自己的女朋友吧。见基野这么认真，甄广也没了撮合他的兴致。回到家后，爱花正在阳台吃西瓜，甄广说想给基野介绍女朋友，而基野的样子也并非不乐意。今天他特意叫来两个名校的女大学生，爱花一点也不上这当，毕竟基野可是能说出你的锁骨看上去想让人动筷子这种猎奇夸奖话语的人，他可不觉得女大学生能承受得起。基野真说的好听点就适应性高，难听点就缺乏自主性。虽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能冷静行事，但也不会主动改变现状。以他的气质是无法掌握一段恋情的，反而需要强势的女孩子主动。普通女性对这种犹豫不决的男生只会敬而远之。真正是个基野的其实是甄广这种人。好家伙，姐姐你不仅玩女人一男欧，居然还磕自己男朋友和大舅哥的 CP， 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一切遵从自己的欲望，随便摆布别人却毫不在意，像王祖一样的人。但毕竟像甄广这样蛮横自大的女性并不多见，所以甄广还是好好珍惜基野吧，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基野都一定会站在他的身边。而基野这边也有些害怕甄广知道他个爱花的事，所以才介绍女朋友给他。甄广虽然感觉敏锐，但这一方面却意外的迟钝。这时爱花发来消息，问他女大学生的锁骨如何。甄广睡不着，问基野和喜欢的女生交往着什么样的感觉。以上都是女生主动找上门，所以他对这方面不太懂。无论以怎样的形式，总会迎来分别的那天。如果和喜欢的人交往，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格外的心痛。甄广透过车窗看星星，那年夏天在甄广家的别墅里，他们也一起看过星星。甄广很喜欢冬天的星星，看上去给人一种凛然难犯、冷淡无情的印象，让人难以触及。甄广可能一生都察觉不到他爱上了爱花，只要他在爱花身边就会不知所措，就连触碰都会大为紧张。爱花虽然嘴上会说他的坏话，但其实并不讨厌甄广。如果相遇的方式不同，两个人会在一起也说不定。那年暑假，甄广的父母因为工作繁忙没回来，他们仨到别墅里打扫度假。甄广觉得爱花把基野拉来就是做苦力的，心里肯定藏着什么鬼主意。晚饭兄妹俩又因为烤肉问题起了争执，最后还是倒霉的基野充当了烤肉师傅。爱花发消息约他吃完饭的后院见面，基野一个激动把肉都烤焦了，背着大舅哥偷情，这个太刺激了。郊外的星河非常壮观，两个人刚准备献上自己的初吻，甄广就找了过来，要拉着他玩纸牌游戏。爱花说输的人要负责明天的早餐。甄广问他们俩在干什么，基野心虚的看天空说看星星。甄广不喜欢星星，总觉得他们无节操的闪个不停。这话居然和爱花刚说的一模一样。爱花提醒他把手机进了震动模式。纸牌游戏甄广输了个彻底。回到房间后，他提醒基野最好不要和爱花独处，因为他看上去在打什么邪恶的主意。就算是他都完全搞不懂爱花在想什么，对人不客气也不讨喜，却不知不觉融入这个家庭。基野问甄广真的不知道爱花在想什么吗？他也想问问甄广对爱花究竟抱有何种感情，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第二天一早，趁着甄广熟睡，爱花把基野约出去兜风。甄广的直觉太敏锐，基野害怕他们俩的事瞒不了多久。爱花觉得基野不像个男人一样主动，最后一把基野扑到向日葵花田里，这个气氛不接吻都难。但是爱花凑到基野的嘴边却又放弃了，因为正在被向日葵看着呢。基野一觉醒来，突然被甄广用枪指着，当然这只是甄广在开玩笑，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基野的。临近富士山下，所部一族的大本营，这场复仇剧即将拉开序幕。不只是他们，政府军队也在富士山下集结，但就算是开战，凭借一般的弹药也很难打穿结界。叶枫让两人准备10个左右的模具，应该可以勉强入侵到结界之内。基野问甄广是否觉得今天之内就能让事态有所改变，甄广不在乎。其实他到现在都不愿相信爱花死了。海陆空军队齐齐开炮轰向富士山，却被结界挡得严严实实。左门将军对攻击方面的应对措施就给折马负责，以绝缘之术的安全优先，绝对不能停止复活仪式。就算让结界的迷彩效果消失都没有关系，因为绝缘之术的身子已经不需要遮掩了。轰炸的烟雾散去，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了那颗高大挺拔的绝缘之术。甄广和基野用模具强行穿过结界，但他们同时也被左门发现了行踪。叶枫告诉两人不用逃也不用躲，只要一步就能降了他的军。军方的攻势愈发猛烈，这让车马有些担心。虽然防御不会轻易破除，但如果承受了太多伤害，会让他们很难有余力控制复活后的绝缘之术。甄广和基野在林中奔跑着，
路的中央突然出现一个木桶，随后左门亲自到来拦路。这还是叶枫和左门时隔4个月之后第一次交谈。真广受瑞的魔具效果已经达到了他自身魔法的范畴，一旦发动，就马上会让左门对绝缘之术的控制陷入混乱，结界被打破。如果没有他阻止，一切都会毁灭。叶枫让左门最好投降，在魔具发动之前乖乖的接他回去。如果想负隅顽抗，不过是白白平添伤害。真广瞄准左门威胁，如果自尊心不允许他投降，他就马上扣动扳机，让世界毁灭。左门说没有绝缘之术就无法保护这个世界。基业反驳，毁灭这个世界的应该是绝缘之术的力量吧？迄今为止都不知道破坏了多少东西，让多少人遇害了。一旦有人受击，就会发生大灾难。这其实是起始之术为了阻止绝缘之术复活而发动的奖项。毁灭这个世界的不是绝缘之术的复活，而是起始之术的觉醒。只有绝缘之术才是拯救世界的希望之术。这个世界是在起始之术沉睡期间所诞生出的不完整的世界，虽然笼罩在起始之术的作用下，但这个世界的常理存在不少破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正确。一旦起始之术觉醒，就会先把这个世界重新制作成完全正确的世界。为此，世界要先被毁灭一次。发动起始之力需要献上高度文明产物作为贡品。为了重新制作这个世界的文明产物，所需要的数量超乎想象。一旦起始之术觉醒，会吞噬掉这个世界上现存的每一个文明。这样一来，人类数量就锐减的不到1亿，生物形态本身将被重新改写，现存的物种全部被毁灭。索伯的魔法确实是在保护常理，但同时也是一种让文明归零的可怕力量。所以直到近代，索伯一族之中有一部分人开始考虑让绝缘之术在起始之术觉醒前复活，让起始之术再次受到重创而沉睡。叶枫信奉起始之术，认为就算这个世界再不完全，起始之术也不会将整个世界毁掉重做，只是在修正问题之处。如果在此期间绝缘之术对它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才会让世界彻底毁灭。索伯一族作为起始之术的从者，绝不能违抗其主人，而索伯一族之中除了叶枫，大家都不这么认为。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他们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是从者，但并不是奴隶。左门问真广和基业提完这句话，是否还要站在叶枫身边？如果判断错误，他们就要亲手毁了这个世界。基业也不知如何是好。真广就表示哪个是正确的都无所谓。这句话叶枫也跟他说过，再听一遍，他也不会改变想法。他根本就不在乎世界的命运，只要能复仇就行了。所以他需要叶枫回来，帮他找到杀死爱花的真凶。只要叶枫回到这里，一切都结束了。但叶枫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如果1年前爱花没有死，真广也不会想着复出来帮他。换个角度来看，爱花可以说是被他杀死的，但爱花的死是被他丢在这里之前发生的，不可能是起始之术为他设的局。如果左门说的是对的，叶枫的归来时就会毁灭世界。关于世界存亡的命运，真的可以用真广的个人愿望来决定吗？基业问真广这样合理吗？如果选错的话，只会适得其反。真广认为这个世界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把叶枫弄回来也无所谓。但如果这个世界错得一塌糊涂，倒不如毁掉重做。没有爱花的世界让他觉得不顺眼，所以无论修正方式如何，他认为都是合乎道理的。左门突然发问，如果叶枫无法实现他的愿望，真广又会怎么办？比如说叶枫已经死了，一副骨架被左门从木桶里召唤而出，这个世界的叶枫已经化为白骨，并没有实现真广愿望的能力。即使妨碍他们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叶枫的气笑了，现在正在说话的他怎么可能已经死了呢？难道这是幽灵不成？但左门坚称这就是叶枫的全身骨骼，是他亲手将那颗木桶从孤岛上带回来的。左门问叶枫现在是几年，而叶枫说出的话让真广和基业都惊呆了，因为他说出的是距离现实2年前的日期。叶枫也傻眼了，他明明只在岛上度过了4个月，怎么可能会搞错整整2年？那个魔法人偶将叶枫和真广跨越时空联系在了一起，而2年后的叶枫早已经化为了一堆白骨。